這個有點厲害的感覺。牛小排三明治，牛小排三明治。嗨，大家好久不見。我们今天来到了天母SOGO，我们今天要来做我們頻道第一次的探店開箱。但想做的這個計劃還蠻久的，只是覺得也一直還沒開始做。那今天就畫出第一步來做做看我們頻道探店開箱。那我們今天要來開箱的是魚君這間日本料理店。其實這間日本料理店就是以新鮮的魚貨聞名的。那真的就像是很多其他的 YouTuber 他們開箱的，覺得蠻好吃，還是說其實只是個人感覺或者做廣告？那我們等一下就進去用最真實的感受看看說，這間魚君到底跟我們想的一不一樣？那我們就走吧，一起進去天母SOGO頂樓的魚君日本料理店開箱，走。嗨，大家好，我們現在已經進來了魚君天母SOGO店裡面了。那我們剛剛也點了一些覺得看起來蠻好吃的，像這裡蠻有名的焦糖鮭魚握壽司，對，炙燒焦糖鮭握壽司，那有點了一些了。那魚君這家店好像蠻以新鮮的食材來著稱，所以我們等一下可以來幫大家試試看各類品項他們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或是真的很新鮮。那我們就可以來幫大家試試看看。我们就先来試看看這個，就是最有名的這個鮭魚炙燒鮭魚握壽司。其實鮭魚蠻新鮮的，但是它上面的那個焦糖炙燒的部分，我覺得沒有做到非常多。就是所謂的炙燒的部分太少，佔的比例大概只有20%左右而已。對，跟像是爭鮮還是哪裡比起來的話，它炙燒的比例佔蠻低的。魚是好吃的，但是炙燒我覺得沒有到炙燒那個味道，沒有很好。但是它好像現在魚君在週3有什麼鮭魚回遊日，是鮭魚炙燒握壽司是買1送1的部分。對，所以大家是可以來試試看看。但是以這個最有名的炙燒鮭魚部分，我覺得炙燒的比例可以再加強，對，會更好。那這是他們的生魚片，那我們來試一塊生魚片看看。先加點瓦薩米啊。炙燒鮭魚還蠻不錯的，不是鮭魚生魚片是蠻不錯的，還算蠻新鮮的，還蠻 Q 彈的，跟其他的一些坊間的日本料理比起來的話，蠻新鮮的，可以。
我覺得比起至少鮭魚握壽司的話，單純的鮭魚生魚片更好一些，因為他們本身魚就很新鮮，但是炙燒比例有點低，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要做到炙燒比較極致的話，其他家做的比較好，但他们本身的鮭魚生魚片是蠻好的。但在嘗下這個其他的部分，這個是豆腐，他們這個是蟹肉配上豆腐，那蟹肉給的蠻多的，配上豆腐是這樣子，我們來試試看看。豆腐，没有像其他家這麼外脆內軟，但是其實有些店家他們豆腐外皮炸得過硬，那這一家其實雖然沒有到像其他家外脆內軟，但是其實整體的口感反而更好一些，我覺得還蠻不錯啦。軟一點我覺得比較喜歡，可能我比較偏好軟一點的豆腐外皮。那我們再來試吃另外這個蠻特別的，這個是鮭魚軟牡蠣，可以看一下哦，就是滿滿的鮭魚軟牡蠣，這個好特別哦，好大顆，這個有點厲害的感覺，有點厲害的感覺，我試試看。牡蠣本身夠大顆、夠新鮮，所以炸的時候沒有縮水很多，應該是因為夠大顆，所以縮水後還是一樣大顆。鮭魚卵也很新鮮，沒有腥味。很多鮭魚卵是有一種很鹹或醃過的味道，那我覺得還算是沒有腥味。這道菜就蠻推薦的，鮭魚卵牡蠣，對，蠻特別的。然後再來是乾的一樣的鮭魚軟握壽司，那鮭魚軟握壽司，它的鮭魚卵吃起來比炸牡蠣上面的鮭魚卵來的口感更好，因為它可能是在觸飯上面，不是在熱的上面，它的彈性更強，就是那鮭魚卵需要稍微大力一點咬才可以咬破，就代表它夠有彈性、夠新鮮，所以鮭魚卵部分還蠻值得推薦的。最後這個鮭魚肚握壽司有夠長的，就跟刚刚鮭魚正片一樣。它沒有炙燒的，反而比有炙燒的更出色。沒有炙燒的彈性更好，吃出來它更新鮮的感覺。所以雖然他們家主打炙燒鮭魚握壽司，但是真的還蠻推薦點是沒有炙燒的部分。然後我們有點這個唐揚雞塊，唐揚雞塊的話，應該就跟一般日本料理店算是看起來沒有太大差別，不過我還是試試看。這可以不用點，因為它的炸液有點太厚了，反而味道沒有那麼好。但唐揚雞部分我就覺得還好。但這一套真的是算是不用點的，可以先吃看，像這個是干貝刺身，那我們可以吃看干貝刺身吃起來怎麼樣？干貝刺身也不用點，因為還是真的是鮭魚的刺身會比較好，干貝刺身相對的沒有那麼有彈性。試試看這個鮪魚的部分，鮪魚的部分，鮪魚可以。其實只要是魚類的刺身的話，我覺得相對的都比其他的東西還更出色。跟其他的品項比起來的話，因為
他們魚類夠新鮮，夠有彈性，也沒有帶任何腥味，所以其實還蠻推薦點魚類的刺身。但是干貝相對的，好像有點太軟糯了，沒有那麼好吃的感覺。但最後看到蠻多人說要必點的這個牛小排三明治，牛小排三明治。牛小排三明治可以，肉也好吃，也新鮮，不会柴。肉的話，大概它落在大概6分或6.5分熟，沒有到5分熟那麼的有彈性，但是也不差，因為畢竟它這個牛小排三明治，它外面還必須要炸過，所以應該沒有辦法到5分熟那麼有彈性。但是整體口感就像大家推薦的，其實牛小排三明治還算蠻推薦，可以試試看。大致上，我們開箱就到這邊。整體的話還算是不錯啦，只是就像我剛剛講的一樣，有些東西其實沒那麼推薦，但有些東西真的蠻推薦，尤其是魚類的生魚片、魚類刺身，大家都可以過來試試看。